某个平凡的早晨，东京立川市的某间学校内，殷代阳与好友久远英士同在篮球队，挥洒着汗水与青春，为3天后的比赛努力训练着。午休时间，两人共同的好友也是青梅竹马的蓝泽未来发来短信，因为休学旅行，现在已经来到了东京，希望找个机会三人见面叙旧。谈话间，班级的高岭之花也是学生会长的白崎直央碰巧从身边经过。午休过后，两人继续篮球训练。碰巧，球队的田中得了流感，8成是没法参加比赛了，所以由本该是替补的英代担任首发。英士认为，教练是认同了英代的实力才有的这次机会，当即决定向英代发起挑战。谁能在这次大赛上得分多，就有资格向蓝泽未来表白。事到如今，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三人从小就交好，蓝泽未来送给两人的护腕，直到现在也好好珍惜着。话已至此，英代也接受了挑战，两人立下君子约定，决定在赛场上一分高下。可是谁能料到，平凡的日常从此刻开始即将改变。没有丝毫征兆，地震来袭，一时间地动山摇。在仓库拿球的英代被压在器材下，暂时昏迷。等到再次睁开眼睛，一切都变了。仓库内凌乱不堪，自己也受了伤，昏迷了多久也不清楚。可是比起这些，此时门外有个东西很令人在意，那是一只手，而且手臂上戴着眼熟的护腕，难道是英式的手？不仅如此，黑暗中好像还有着什么东西蠢蠢欲动着。英代赶忙把门关上，躲在屋内不敢出去，冷静思考一番，刚才那究竟是什么？还有那只手臂，真的是英式的吗？手机也没信号，一直躲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于是鼓起勇气，闭眼狂奔，一路跑到屋外，却看到满地残肢断臂。回到教室，发现学生会长白崎也幸存下来，可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根据白崎口述，地震之后就突然冒出了怪物，把大家都杀死了，自己躲在了尸体下才活了下来。话说到一半，地震再次来袭，两人急忙逃到室外，可是却看到了头顶一个硕大的身影遮住了自己的视线。这到底是什么？走出校门，街上也一片狼藉，怪物们肆虐着城市。这时碰巧遇到了同样逃出来的长发男和鸟窝头，四人随即组成临时小队。鸟窝头提议自己家离这里只有10分钟路程，可以先去那避一避再做打算。此时几人的动静引来了怪物，眼下也没有其他选择，四人在鸟窝头的带领下边躲边逃，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可是这里也不安全，早有怪物占据于此，怪物们甚至还为了抢夺几人而发生内讧，扭打在一起。鸟窝头临时叛变，趁乱躲进自己家，三人无可奈何，只好再找地方避难。刚逃出楼，却发现鸟窝头已经身首分离，死在三人眼前。来到一间无人的房子里，电视还开着，可是奇怪的是，新闻里居然还报道着不痛不痒的新闻，对怪物的事居然只字不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手机也还是没信号，可是却发现了中午的短信，上面提到，因为休学旅行刚到东京的青梅竹马蓝泽未来，已经到了英代所在的利川地区了。英代非常担心兰泽未来，根据短信上的信息，兰泽现在可能还在车站附近。英代焦急万分，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去车站。可是如今满街都是怪物，手机也没信号，能自保就不错了，哪有闲工夫去找具体位置不知还生死未卜的兰泽？大街上数十米高的怪物比比皆是，各种小怪兽更是数不胜数。白棋一个不小心被怪物扯住了后腿，英代鼓起勇气，抄起路边的水管就朝怪物身上招呼，可是收效甚微。奇怪的是，怪物没有继续追击，居然转身离开了。危机暂时解除，英代把手中的水管随手往后一丢，就想离开。可是几秒过去了，居然没有水管接触地面的声音。等到尘埃散去，走近一看，才发现地面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粗略估算，这个洞直径至少几百米，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挖出这么大的洞？
这跟突然出现的怪兽之间难道有什么联系？长发男当场发癫啊！是陨石，肯定是陨石从天而降。然后那群怪物就是被陨石带来的异形。这座城市完蛋了，这个世界完蛋了。英代却没有气馁，看着手臂上兰泽送给自己的护腕，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兰泽未来。三人蹑手蹑脚继续前进，来到利川车站。不出意料，这里也有如废墟一般满地尸骸。而且就在这时，几人背后出现一个巨大的身影，定睛一看，正是摧毁了学校的那个怪物。只见怪物挥舞触手，100米高的大楼顷刻间化为废墟。三人在幸存者的指引下躲进了一间地下电影院。这里的人都是一路辗转逃亡，死里逃生才来到这个安全地的。本该众人抱团在商量对策，英代却表示现在就想离开，因为自己还要去找兰泽未来。他此时说不定也在某个地方避难，自己必须去找他。白起十分感激英代的多次相救，如果不是英代，自己早就死在怪物口中了，自己这条命已经是英代的了。于是要过手机看了兰泽的长相，表示愿意陪同英代一同寻找兰泽。体育老师武仲满主动申请护送二人前往地上，还略显油腻地给白起递上手帕，希望可以擦掉白起脸上的污渍，否则就太糟蹋白起美丽的脸庞了。随着手帕，武仲口袋里的照片也一并调出，上面是个长相甜美的运动女孩。武仲声称照片上的是自己的女儿，现在因为某些原因分居两地，所以自己也要想尽办法活下去，直到与她重逢。三人来到百货大楼屋顶俯瞰整个地区，却发现本该是自卫队的驻扎地整个消失了。英代仔细观察后提出猜测，这不是什么大洞，而是包围整个利川市的巨大壕沟。也就是说，大家都被关在了利川市内。几人的动静引来了这附近的避难人员，大家都受到了惊吓，蹲坐在一起瑟瑟发抖。英代见状，拿出照片，焦急地询问众人是否有人认识兰泽未来，是否有人知道他的行踪。人群里的一个女孩叫樱麻子，是英代初中的同学，看样子好像知道兰泽的线索。英代急忙追问兰泽的下落，可是就在这时，盘踞在大楼内的怪物伸出了钩刺，转瞬之间就刺杀了好几人。武仲反应迅速，拿起灭火器暂时拖住了怪物。同行的男子一不小心腿部受伤，哭喊着希望武仲几人不要丢下自己。可是怪物离男子只有几步之遥，武仲见状全力一脚踢开了男子，与英代几人转身离开。四人来到了室外，可是外面也不安全。英代一把将白起推到武仲身边，一时间两只巨大的蜈蚣形怪物将英代与三人隔开，还在原地扭曲盘旋。两只怪物的纠缠形成一个巨大蛋状，英代就这样被困在了怪物中间。白起还想救英代，武仲急忙抱起白起，带着樱麻子三人逃回了地下电影院。武仲告诉电影院内的众人，英代为了保护白起，勇敢地牺牲了。地面很危险，这间电影院说不定是现在利川最安全的地方，绝对不能离开这里。可是白起毫无惧色，依然相信着英代还活着，执意要去救他。谁知此时的武仲凶相毕露，青筋暴起，一副不听话就要挨拳头的架势。视角来到英代这，黑暗中英代渐渐醒来，只感觉这里漆黑一片，身上还被什么东西压着，还有股莫名的热气。掏出手机照明，自己居然身处怪物堆中。奇怪的是，这些怪物明明有呼吸，却完全没有其他动静，而且体型也比之前看到的怪物小许多。走近细看，发现怪物在产幼崽，这些都是刚出生的小怪物。手机的灯光吸引了怪物的注意，英代眼看就要被袭击，此时外部传来猛烈的冲击，竟然奇迹般的帮助英代逃离了怪物巢穴。不管是抢夺地盘也好，还是无差别攻击也罢，总之是从怪物间的争斗中逃了出来。英代迅速回到地下电影院，想与大家汇报自己的遭遇。可是影院内灯光昏暗，大厅里只有武仲一人垂着头，身上还有血迹。英代不在的这段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武仲神色诡异，告诉英代，这间电影院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昨天有怪物闯了进来，大家勉强阻止了怪物的入侵，可能是因为恐惧使然吧，大家都失去了理智，包括白起在内的几人全都躲在厕所不肯出来，随即拜托英代去劝说白起，如果是死里逃生的英代开口的话，或许能让他们恢复冷静。可是英代感觉武仲的话有许多可疑之处，那个坚强的白起居然会失去理智，而且如果怪物真的闯入了，现场的破损状况未免也太轻微了吧。总之感觉不太对劲，可还是跟着武仲来到了厕所门口。白起一听英代来了，失声大喊，英代快逃！可是为时已晚，壮硕的武仲单手就把英代掐起，威胁白起若是不肯出来就捏断英代的脖子。没办法，白起手持拖把就想对抗武仲，可惜也被武仲单手防下。身为体育老师的武仲放开了英代，抄起身边的消防锤，准备给两人好好上一课。白起与英代只能再逃进另一个杂物间。白起解释道，事情之所以发展成这样，起因是自己执意要去地上救英代，武仲就展露了本性，不仅打了白起，不让白起离开电影院，还用暴力威胁其他人，美其名曰教育指导，强迫大家听自己指挥。话说回来，英代能平安回来比什么都重要。这时门外传来了动静，不出意料是武仲。英代还想劝武仲冷静一点，想想自己的女儿，你不是还要努力活下去和女儿重逢吗？武仲却摊牌，照片上的女孩根本不是自己的女儿，自己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嗣，这女儿是自己以前的学生。起初武仲认为这个女孩能成为自己的理想，可是却高估了她。她并未怀着敬意回应自己充满爱心的指导，反而动不动就喊累喊苦，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怠惰，甚至还害自己背上了色狼之名，因此自己才会被学校开除，只能天天打小钢珠度日。但是现在自己反而很感激他，因为自己遇到了白起。白起非常有潜力，就算面对自己严厉的指导也不退缩。白起应该就是能跟上自己授课进度的人，虽然不太听话，但正因如此更有调教的价值。为了在这个疯狂的世界生存下去，白起必须待在自己身边，就让自己和白起在这里建立新的王国吧。自己是国王，白起就是王妃，而英代很有可能会再次拐跑自己的王妃，所以非杀不可。厚实的铁门就要被武仲突破，危机时刻，怪物率先从边窗闯入。武仲见白起有难，抡起锤子全力一击，连厚实的铁门都能打变形的一锤子，打在怪物身上却收效甚微，武仲反而被一触手打倒。英代见状，察觉到了以武仲的能力都不能取胜，就算趁此机会逃出去，电影院内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只怪物，况且武仲在百货大楼也救过自己，现在只有齐心协力这一个办法了。于是拿起剪刀冲上前去，不过也没能给怪物造成伤害。白起也想上前帮忙，却被怪物用尾巴卷起。武仲见自己的王妃陷入危机，不顾自己的伤势，反而爆发出更强的能量，又是一锤子打在怪物头上。小怪物挨了这一下，稍作挣扎，逐渐没了动静。怪物被打倒了，虽然只是幼体，但这代表他们并非不可战胜。可是祸不单行，怪物不止这一只，大难临头，内部矛盾的事只好缓一缓，齐心协力共度难关才是上策。武仲经过刚才一战虽然负伤，可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王妃白起，居然越战越勇，接连的重锤打得小怪兽节节败退，一番波折后成功逃到地上。队友之一的村内竟然不知从哪弄了辆车来，载着众人逃离怪物的追杀。可是数十米高的怪物哪有那么好甩开，一路穷追不舍。英代急中生智，指挥村内将车开到之前的大洞边，果不其然，怪物不再靠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怪物们都不敢靠近大洞。暂时安全后，英代又问起了英马子之前的问题，兰泽到底在什么地方？根据英马子的回忆，地震前10分钟，
曾看到兰泽搭上前往多摩的列车，因此兰泽很有可能不在鸿沟内。英代大喜，更加坚信兰泽还活着。可是要跨越那么深的鸿沟，恐怕得用直升机。此时村内突然中二病爆发，告知众人这附近有自卫队、消防署等单位专用的直升机停机场，如果那里的直升机还能使用的话，要逃出利川也不是不可能。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自己刚才的车技，自己看了各种类型的电影，刚才是自己第一次开车，当然有关直升机的也看了很多，所以不用担心操作问题，请大家放心。正如电影需要观众一样，村内也需要大家见证自己大展身手，甚至还说出了就是自己偷偷打开了电影院的后门开溜，事先准备了车辆与粮食，目的就是为了这一刻。武众当即怒火中烧，就是因为村内打开了电影院后门，才让怪物入侵，才让自己的地下王国化为废墟。村内却丝毫不惧，如果这是一部电影，那么自己就是男主角，所以肯定不会死在这。此时2架直升机从头顶飞过，村内居然当场换了副嘴脸，掏出手机拍起了 vlog， 呼唤起了爱与和平。等等，我是死是活都没关系，只求你们把我的同伴们救走。直升机飞走了，但我们不能舍弃希望，我一定会设法拯救各位，逃离这个地狱的。武仲忍无可忍，当场就想取村内狗命。就要动手时，白起使出了美人计，轻抚武仲的手。大家都需要武仲的力量，让我们一起离开利川。武仲本来对逃出利川没什么兴趣，就算只有村内会开直升机又怎么样？他居然毁了自己的地下王国。可是看在白起的份上，还是松了手，考虑到白起的安全，同意了这个计划。于是众人驱车向着直升机的方向赶去。几人追赶着直升机的轨迹，来到了军队的驻扎地。可是军队却对几人的呼喊无动于衷，而且全副武装，看来有任务在身。主角一行人尾随其后，进入一间大楼内。这里居然有着许多怪物的卵，看来是把这里当巢穴了。不仅如此，不同的怪物之间也会为了抢夺地盘而争斗。军队人员面对成群的怪物，只一顿扫射就毫发无伤将怪物消灭。紧接着用麻醉枪将幼体怪物捕获，装入黑箱，不知道要用来干嘛。武装小队动作干净利落，完成任务后就打算离开，完全没有搭理英代等人的打算。来到大楼外，更大型的怪物妨碍了军队通行。可是在全副武装的军队面前依然不够看，一切的恐惧都源自于火力不足。只见几个队员摆好架势，等队长一声令下，数发炮弹应声而出。几秒过后，上百米高的怪物也结结实实倒在了地上。完事后转身就要离开。村内见军队见死不救，也不勉强，只是问了个问题：利川究竟发生了什么？军队却没给好脸，直言你们没必要知道，反正你们也无法逃离利川，而且你们知道太多内幕了。村内闻言心生一计，随即掏出手机展示给了军人看。没错，我们知道了太多内幕，亲身体验过那种状况后，我们所拥有的资讯远超你们。难道你们不认为保住这部手机和我们对你们反而比较好吗？这里的动静吸引来了大批的怪物，村内所说的又好像有几分道理。就这样，几人被允许登上了军队的直升机，又一次逃离了怪物的围攻。英代看着窗外的利川，感叹道：原来大家直到刚才都深陷于这样的地狱之中。话说回来，已经飞得那么高了，说不定可以看清那个怪物们都不敢靠近的大洞内到底有什么。几人低头看去，映入眼帘的却是一颗大到夸张的眼珠。利川的地下居然有这种东西，难怪其他怪物不敢靠近。于是转头问起了军官，这些怪物到底是什么？难道政府早就发现了这些怪物？军官没有回答，而是表示英代等人是贵重的情报来源，今后国家会负责管理和保护你们。可是如果一定要问些不该问的，那就只能先让大家睡一觉了。可惜还没扣下扳机，军官就原地爆炸了。是怪物，之前麻醉抓捕的怪物幼体居然提前苏醒了。这怪物体型虽小，可是凶暴异常，
挥舞着尖刺就朝白起袭来。武仲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挡在了白起身前，锋利的尖刺穿过武仲的肩头，下一秒又将武仲的右手削去。武仲却丝毫不惧，大声嚷嚷着自己不会死，只是暂时离开，因为还要重新建造与白起2个人的王国。白起，我爱你。说完就与怪物纠缠着，双双掉出直升机。没给几人悲伤的时间，鸿沟里巨大的怪物也拔地而起，只一击就把村内鹰麻子所在的直升机切成几段，当场击毁人亡。鹰带与白起所在的直升机也没能全身而退，被怪物触手打坏了螺旋桨，一时机身失去平衡，朝着地面坠落。视角来到蓝泽未来这里，时间也稍微往前推一点。蓝泽未来刚登上前往多摩川的列车，刚到站，迎面就遇上了鹰氏的弟弟炫氏。这时广播通报利川发生剧烈的地震，地盘下陷，十分危险。紧接着好像早有准备似的，高墙竖立，还有大量武装人员把守路口。蓝泽十分担心杨与鹰氏的安危，可是电话不通，电视上也只说了发生地震，除此之外只字不提，网络上也搜不到相关信息。炫氏告诉蓝泽，政府肯定是在隐瞒什么，隐瞒某项重大事实，甚至得用围墙将利川完全封锁。说罢给蓝泽看了朋友拍的照片，沙砾漫天的背后隐约浮现出一个巨大的身影。现在整间学校都在讨论这个话题，说不定利川已经上演了人类对付怪物的求生游戏了。听到这里，蓝泽再也忍不了了，一个大逼兜招呼在炫氏脸上：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的亲哥哥鹰氏可是在利川，这哪里有趣了？鹰氏和杨现在可是失去联络，生死未卜，我要越过围墙，亲眼确认鹰氏和杨的安危。之后两人以身犯险，强越守卫，想要去到围墙另一侧的利川。在守卫的围追堵截下，两人无奈跳入江中躲避追捕。还好有惊无险，总算平安越过了围墙。可是与利川之间居然还有一道巨大的鸿沟，另一侧的利川硝烟弥漫，隐隐约约居然真的有怪物般的身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居然真的有怪物。没能仔细观察，追捕两人的警卫也尾随而来。没办法，又是一阵追逐。炫氏与蓝泽躲在桥下，湖中居然有只虚弱的小怪物。怪物跌跌撞撞爬上岸，警卫也发现了两人。情急之下，炫氏把怪物抱在身前。如果警卫轻举妄动，小怪物也不能安然无恙。警卫一听，居然真的不敢动手。看来这怪物没那么简单。炫氏急中生智，将手中怪物扔出，吸引警卫注意，自己则是与蓝泽再次跳入江中。上岸之后，意外发现虚弱的小怪物又来到了自己身边。就这样，虽然没能去到利川确认鹰氏和杨的安危，可这次冒险也收获不少，甚至还带回来一只活生生的怪物，把怪物用胶带绑住，还关在了笼子里。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吧？在墙壁另一侧看到的东西，到现在依然不敢相信。可是活生生的证据就在两人眼前。不仅如此，京都附近也发生地震，蓝泽的家人也失去联络，事情越发严重。两人一合计，决定将小怪兽装进包里，带去休学旅行要去参观的电视台，在摄像机前将怪物的存在公之于众，让被蒙在鼓里的群众知道真相。可是计划没有预想中顺利，刚进电视台，包里的小怪兽就蠢蠢欲动，一打开拉链就逃得没影，还跑去了节目录制的现场，在数人的目光和摄像机前生吃个人。麻醉剂的效果已经消退，小怪兽又饱餐了一顿，现在活力十足，大闹一番后又消失在了众人视野中。等到再次出现在蓝泽的面前时，已经与一个男同学融合在了一起。赶来的警卫即使手上有武器，也完全不是对手。与怪物融合的男子动作异常敏捷，而且力大无穷，凶暴异常。怪物与男子的融合程度也越发加深，男子逐渐支撑不住，接连杀害几人后承受不住怪物化，原地爆炸。电视台内乱成一锅粥，外面又传来了动静。台场湖中钻出一只新型的怪物，
士兵们称呼它为托尔型特殊生物。如此体型的怪物都已经出现在了台场，那么再追究兰泽和英世的责任也毫无意义了。让这个区域内的所有人和特殊生物一起消失，才是最好的办法。怪物一步步接近，军官一声令下，启动光球。数秒间，一面面高墙拔地而起，将整个台场包围。怪物和民众全部被封锁其中。所谓光球，就是军方研发的对特殊生物武器，通过一个球形装置爆发出强光和高热，其破坏力连数百米高的怪物也能重创。此时，已经坐上船逃离台场的炫世和兰泽不禁吓出冷汗。墙壁内还有许多无辜的民众呢，难道只要杀死怪物就可以不管普通人的死活了吗？没给众人喘息的时间，军队的船已经来到了眼前，并且警告众人全员原路折返，不然后果自负。看来政府是要完全封锁怪物的消息。身后是几百米高的怪物，眼前只是口头警告和不知会不会发射的枪炮，该怎么选一目了然了。开船的大叔艺高人胆大，绕过军船全速前进，谁知军队毫不犹豫，一顿扫射，顿时死伤惨重。最后只有炫世、兰泽、船夫大叔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活了下来，逃到了对岸的新宿。可是利川、台场先后沦陷，此时此刻只是逃出这些距离，又怎么可以说肯定安全呢？果不其然，地震来袭，新宿喧闹繁华的街头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大大小小的怪物从地下蜂拥而上，肆虐着新宿的街头。眼看怪物一步步靠近，危急时刻，一个飒爽的身影凌空跃起，一水管狠狠打在怪物眼睛上，怪物吃痛转身逃走。来人转身一看，一眼就认出了兰泽未来。没错，此人就是许久不见的女主角白崎奈央。白崎看着情敌兰泽，缓缓说出了自己与英代的遭遇。之前直升机遇袭时，多亏英代急中生智，提前躲进装怪兽的黑箱中，才勉强躲过一劫。白崎只是受了点轻伤，可是英代却胜不遭重。白崎只好紧急包扎了一下，拖着重伤的英代躲进一间民房避难。万幸的是，侧腹的伤不深，可是英代高烧不退，连水都喝不下去。更要命的是，在英代身边悉心照料的明明是白崎，英代半梦半醒间，嘴里碎碎念的居然是兰泽的名字。可是白崎并不吃醋，眼下让英代接受治疗才是最优先的，自己的命是英代的，所以英代的愿望就是白崎的愿望。于是拿起水杯一口灌下，嘴对嘴喂给了英代。等到恢复些体力后，白崎主动找上了军方，谎称是被卷入了塌陷事件才受的伤，以避难人员的身份坐上了卡车。虽然英代作为重伤人员得与白崎分开，而且这些人说的话也不能相信，可是现在只能赌一把了。之后途中经过新宿时又遇上了地震，就这样白崎遇上了兰泽，还把英代的手机交给了兰泽，希望以后和英代重逢时由兰泽交给他。话就说到这里，找地方避难要紧。一行人连滚带爬躲进地铁站，白崎殿后被怪物追赶着，眼看大门还有几十公分就要关上，情急之下，白崎一个滑铲，在最后关头逃进了地下。新宿街头怪物横行，就像台场一样，道道高墙拔地而起。可是这次的不太一样，与其说是墙，不如说是光魔。躲在地下的白崎一行人也四散而逃，毕竟地铁站那薄薄的铁门，也只能稍微拖延下时间。来到出口处，本以为可以逃出升天，没想到这里也有光魔。地铁站员大叔惊慌失措，一头撞了上去，只这么一下，脸瞬间就被烧得焦黑。怪物紧随其后来到众人眼前，这次是兰泽站了出来。当然，兰泽也没想与怪物正面碰撞，在怪物扑上来的一瞬间，兰泽虚晃一枪，侧身躲避，怪物狠狠地撞在了光魔上。可是这种程度的伤不足以致命，一行人趁怪物还没恢复，赶忙逃回地上。整个新宿街头已经沦为战场，军队与怪物打成一片。混乱之中，白崎再次站了出来，展现出远超普通高中生的勇敢与矫健，又一次救了兰泽等人。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白崎能做到这种程度，那答案就是白崎心里只想着一件事，一定要把兰泽平安送到英代身边，
是这个信念支撑着白起。炫氏也不想一直被女孩子保护，挺身而出救了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场面一度十分混乱。军方见普通枪炮无法镇压大型怪物，决定启动黑雨。随即军队全员撤回市政厅，整座大楼都成了炮台，随着一声令下，无数发特殊炮弹喷泻而出，一时硝烟弥漫。军官一脸自信，这些特殊生物在2001年的报告上被认为绝对不可战胜。但是只要有经过这么多年刻苦研发的对特殊生物兵器的话，人类就一定会胜利的。攻击十分奏效，怪物停止了活动。就在军方要高喊胜利的时刻，硝烟之中有了动静，怪物又动了。不仅如此，还变大了。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台场，正面挨下光球的托尔型怪物也没有被消灭，暂时的沉默后又活动了起来，并且破坏力更胜之前，砸破了高墙，沿着东京湾北上。再回到新宿，第一轮黑雨收效甚微，可是经过10几年研发的武器可不仅此而已。第二发黑雨接踵而至，这个武器一开始的炮轰只是前菜，爆炸之后的迷雾才是重头戏。整个新宿逐渐被迷雾笼罩，新宿街头满是残肢断臂，进入迷雾内的怪物全身上下都被腐蚀，用不了几秒就会当场死亡。流浪汉带领着白起一行人躲进了已经废弃的地下铁内轨，再次逃过一劫。根据流浪汉口述，别看自己现在这副德行，以前可是地下铁工程的现场负责人，大概是15、16年前，自己在新宿西口正下方的路线施工时就看见了怪物。可是这之后，当时现场的工人全部被革职了，工程也修改了路线，自己则是被当成了疯子。地下有怪物这种话根本没人信，自己已经在这个废弃内鬼里住了5年了。奇怪的是，流浪汉早上出门时还没任何异常，现在回来时已经是满地尸骸了，而且黑暗深处隐隐约约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黑暗深处传来阵阵动静，众人打着手电走近一看，是怪物，成群结队蟑螂型的怪物。这种怪物不仅样貌可怖，习性也十分害人，居然能把人揉成肉球。铁轨更深处已经堆满了肉球，好在这些怪物习惯黑暗，所以更加惧怕火光。怪物数量繁多，背后是被迷雾笼罩的新宿，为了活下去，那也只能继续向前了。白起一马当先，越过了小山一般的肉球，队友黄毛也为了心仪的女孩甘愿赴死，帮助其余队友拖住了怪物。在牺牲了几人的情况下，最后只有白起、蓝泽为首的5人逃到了饭田桥站。这里一片祥和，谁能想到此时此刻20公里外的新宿会是那副地狱般的景象呢？刚到安全的地方，白起就倒下了。本就有伤在身，一路上又都是他在carry，是队伍的绝对核心。所幸蓝泽休学旅行订的酒店就在附近，可以去那休息。到了酒店，老师们大吃一惊，原来回来的学生只有蓝泽一个，其他的一个都联系不上。可能是因为之前新闻上说的地震塌陷都困在了台场附近了吧。第二天，电视上播报了怪兽的事，毕竟那么大的怪物陆续出现，也是时候公之于众了。不过政府也有备而来，呼吁大家不要过分紧张。话音未落，信号中断。按照惯例，这种时候该来地震了。可是这次有点不太一样，居然一次就出现了3只托尔型怪物，3只怪物的造型各不相同。于是比起破坏城市，更想除掉其他怪物，独占这片领地，开始了内斗。大街上无辜的路人被3个怪物的缠斗波及，死伤无数。此时3个铠甲战士从天而降，虽然体型与普通人相当，可是手持利刃，身披铠甲，在短短数秒间就如同砍瓜切菜一般解决了一只托尔型，可以说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人类不断亮出新的对策，怪物也在进化。之前台场的托尔型来到了饭田桥，与这里的怪物合体，力量和体型都得到了提升。铠甲战士们再次上阵，没花太多功夫，将新的托尔型迅速斩杀。可是战士们在战斗中逐渐暴走，失控一般的在街上大肆屠杀一般民众。不仅如此，其中一个战士居然认得白起。战士强忍住暴走，露出真容，居然是
从直升机上与怪物一同坠落都能大难不死的体育老师武仲满，只是样貌有些奇怪，仿佛与怪物融合在了一起。武仲与自己的王妃白起重逢，欣喜万分，失控的状态得到恢复，见其他战士还在暴走，甚至想对白起动粗，为了保护白起，爆发出无穷的能量。面对同样装备的铠甲战士，以寡敌多，也能轻易秒杀。还没来得及与自己的王妃叙旧，体内的怪物又在武仲身体里骚动了起来。武仲强忍着暴走的冲动，告知了白起坠落直升机之后，自己阴差阳错与怪物融合，之后被送到了一个叫做本部的地方。在一个很高的塔一般的建筑里，众人推测，所谓的本部应该就是晴空塔。这么说来，身受重伤的殷代是不是也有可能被送去了本部呢？白起当即决定前往晴空塔，可是好巧不巧，又是一阵剧烈摇晃，数只巨型怪物出现在了饭田桥。那么多怪物突然出现，饭田桥沦陷几乎已经注定。白起再次使出美人计，拜托武仲跟自己一起走。武仲满心都是与白起重建王国，自然不会拒绝。事不宜迟，众人一同坐船离开了饭田桥。晴空塔近在眼前，可是谁说走水路就一定安全呢？水面下传来动静，随后一只巨大的鱿鱼形怪物钻出水面。白起请求暂时沉默的武仲救救大家，殷代还在等着自己。武仲听后怒火中烧，对差点抢走自己王妃的殷代的名字反应剧烈，于是纵身一跃，决定用眼前的鱿鱼怪物发泄一番。带着武仲果然是正确的选择，虽然有暴走的风险，可是目前看来利大于弊。武仲超负荷行动，再次失去意识，离晴空塔越来越近。军方的船来到了众人面前，带头的一个白大褂男子上来就询问众人谁是白起。融合体3号，也就是武仲满，对白起这个名字有着异常的执着，而他好像是学校的老师，也是目前最完美的融合体。和特殊生物融合还能保持人类的意识，甚至还能以压倒性的优势秒杀融合体1号和2号，他实在是太完美了。白起听后也将计就计，谎称在场的人都是武仲的学生。现在的武仲只对自己这些学生的话有反应，让我们进本部肯定能派上用场。白大褂稍加思索，答应了让白起、兰泽、炫氏3人进入本部。就这样，3人成功登上了军方的船。白大褂向几人正式的做自我介绍，自己叫做早乙女。现在大家身处的是特殊生物灾害对策本部，自己是这里的研究顾问。现在超越大家想象的国难迫在眉睫。此时此刻，全国发现的特殊生物的血足足超过了300处，而且这些怪物基本上全都向着东京天空树而来。现在事态刻不容缓，因为某个理由，当这个天空树被特殊生物毁灭的时候，日本就真的完蛋了。说着，带领着几人来到了顶部的展望台。此时此刻，之前大批冒出的怪物已经包围了天空树，大决战就在眼前。融合者3号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现在融合者一共有100多个。产生融合者的方法一般有2种，一种是将特殊生物细胞移植到人的身上，之前的融合者1号和2号就是这样。另一种就是3号，武仲满这样自然形成的。根据过去的研究表明，自然形成的融合者更能与怪物细胞完美融合，也更加强大。但是融合者自然产生的条件太过苛刻，因为偶然性太高，所以我们实施了某个计划，那就是将全国出现血的地方隔离，通过立起围墙，不仅可以暂时封锁怪物的消息，还能用作融合者的苗床。炫氏怒不可遏，哥哥殷氏和杨就是因为这种理由才到现在生死未卜，才会有那么多无辜民众惨死。早乙女却不以为然，现在状况刻不容缓，为了人类的未来，希望你们能够顺利诱导融合者3号武仲满。接下来让你们看到的东西，能够操纵的恐怕只有他了。3人跟着早乙女进入屋内，居然是一个巨大的怪物。早乙女的计划是让武仲和这个大家伙融合。昏迷的武仲被暂时搁置，为了让武仲能更强，也为了测试武仲是否配得上更强的力量，早乙女有着自己的算盘。
可是白起一行人能与早乙女交涉的筹码只有武仲了。白起来到武仲身边，在耳边低语：“老师，请您醒一醒，这个国家正面临毁灭的危机，英代同学掌握着关乎日本存亡的关键。”白起的声音果然效果拔群，威胁自己与白起所爱的国家的人绝对不能放过，而且还是那个想拐走自己王妃的可恨的英代。白起见自己的话管用，继续骗早乙女。英代也是武仲的学生之一，找不到英代的话，武仲就不受控制。顺理成章，问起了之前重伤的人是否被送来本部。早乙女也不隐瞒，直说虽然不知道哪个是英代，不过被送来这里的负伤者可都是宝贵的实验体。如果这个英代真的在这里的话，应该也已经作为融合者的候补，已经接受完特殊生物细胞移植了吧。白起听后当然不愿善罢甘休，指挥着武仲想要在本部搜寻英代。早乙女早有准备，按下开关，融合者4号就挡在了几人身前。这个融合者4号体型巨大，只一击就击退了武仲。早乙女解释道，眼前的融合者4号肉体 90% 以上都是由特殊生物和机械构成，和武仲一样也是自然形成的，只是人类意志的部分没有武仲那么强烈。如果武仲能战胜这个融合者4号，那就说明武仲就是最强的融合者。武仲自然是不管这些，只想打败妨碍自己的家伙，对着融合者4号冲了上去。谁知融合者4号威力非凡，竟然一下就打断了武仲的右臂，紧接着就用触手原地蓄力，准备给武仲最后一击。没想到武仲居然遇强则强，看出了融合者4号的弱点，趁对方蓄力独条的空档，即使体型相差巨大，还少了一只手臂的情况下，也能反过来利用对方的必杀，一击爆头成功反杀。融合者4号的铠甲被打破，里面露出的人类部分居然是英代的好兄弟炫世的亲哥哥英氏。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兰泽炫世还在震惊，怎么连英氏也成了这副不人不鬼的模样，拼命呼喊英氏的名字，希望唤回英氏的意识。一旁的早乙女却自顾自地解说了起来，太棒了，融合者3号果然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融合者4号可是2种极其稀有的特殊生物和人类的结合体，绝对的力量加上我们先进的技术，可以说是所有融合者的顶点。然而3号武仲满居然能打败这个最强的融合者，如果是武仲的话，说不定可以完成早乙女的夙愿，最终融合者。战斗结束，武仲也受损严重，再次下线。既然白起几人那么想在本部找人，恰好武仲少了右手需要修复，于是就带着几人来到一个神秘房间，挑选部件。只见房间里满是玻璃器皿，装着各种与怪物融合的人。早乙女来到一个容器前，抱怨着给这个人注射的特殊生物细胞还没发芽，看来是个失败品。一旁的白起却已经惊得说不出话了，因为眼前的容器中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殷代阳。看着容器中的殷代，两个女主角眼角都泛起了小珍珠。白起转身询问早乙女，殷代也会和其他容器里的人一样变成怪物吗？早乙女很乐意解答关于特殊生物的问题。被植入特殊生物细胞的人，要么怪物化，要么产生排斥反应然后死去。像殷代这样没有任何变化的类型非常稀有，是失败品。外面蜂拥而至的巨型怪物将本部团团包围，召集起来的上百名融合者与怪物们死斗着。早乙女挑了个合适的配件给武仲重新装上。白起继续问道，为什么那么多巨型怪物会向天空树聚集？这跟早乙女之前说的最终融合者有什么关系吗？如果这里沦陷会发生什么？早乙女见武仲的修复还需要一些时间，不厌其烦继续解释。天空树的下面有着外面那些托尔形完全不能匹敌的大家伙，准确的说应该是特殊生物界的帝王。它的全长横跨整个东京到千叶还有余，在利川下面看到的巨大眼睛就是帝王的一部分。东京天空树沦陷的时候，就是帝王觉醒的时刻。现在这天空树延伸到地底深处，贯穿着帝王的重要器官，封印着它。外面那些托尔形本能地感知到这一点，只要拔掉这根封印，帝王就会苏醒。那时候就是这个国家的末日。指挥部传来噩耗，融合者们半数以上已经不能战斗或者死亡，巨型怪物们仍然从各地集结，数量还在增加。
这样下去，被突破只是时间问题。此时，外面的震动居然让容器内的阴代有了意识，缓缓睁开眼睛，然后痛苦的挣扎，敲打着玻璃。早乙女只是在远处看戏，像阴代这种失败品，自己现在可没工夫搭理。这容器可是连子弹都无法打穿的强化玻璃，肉体凡胎的阴代再怎么用力也没用的。可是作为本作男主角，怎么可能就这样沉寂？居然乱拳把钢化玻璃打破，走出了容器。白起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一个箭步跑上前去，抱住一丝不挂的阴代。可是阴代却羞红了脸，将白起推开，然后朝着兰泽看去。随后，女主二人一起搀扶着阴代，告知了他受伤被带走后发生的一切。早乙女却不懂风情，拍着手打断几人，实在是太出色了。阴代并不是失败品，反而可能是救世主。武仲作为融合者3号已经是超越人类的存在，而现在的阴代身上隐藏的可能性可是超过武仲的。如果让阴代和他的好基友阴氏见面的话，说不定可以加速阴代的觉醒。接着几人一起来到了还在修复中的阴氏身边，谁知阴氏本就不多的人类部分完全下线，居然挥舞起触手对着兰泽攻去。阴代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一把抱起兰泽，以远超人类的敏捷与力量，轻松躲过阴氏的攻击。转身呵斥阴氏真是不像话，居然被怪物夺走意识，还想伤害大家最珍视的兰泽。被阴代这么一吼，居然真的换回了阴氏的意识。此时此刻，主角团们正是重聚一堂，而看着这一切的白起，心头却莫名绞痛。为什么一起出生入死，对阴代悉心照料的是自己，全心全意想着阴代的也是自己，最希望他与兰泽重逢的还是自己。现在看到他抱着兰泽，自己的心会那么痛呢？恢复神智的阴氏回忆起利川地震时被怪物袭击了，那之后就有些神志不清，好像做了个很长很长的噩梦。现在自己这副怪物的模样，难道也是噩梦吗？早乙女解释道，现在你的同伴们都在被迫与巨大特殊生物进行苦战，保护不了天空树的话，日本就完蛋了。可是如果你加入战场的话，战况就有可能改变。难道你不想拯救朋友、家人和日本吗？阴氏刚刚苏醒，现在又是这副模样，早乙女说的话也不是很明白。不过，如果现在的自己能帮到大家的话，那就让自己来结束这个狗屎一般的噩梦吧。至于漫画第1话时和阴代的胜负，由于自己中途退出，当然是阴代赢了，兰泽就拜托给阴代了。说完转身离开，抱着必死的觉悟奔赴战场。武仲之下最强的融合者果然不同凡响，短短几秒就干掉了好几只托尔形。可惜有点实力但不多，毕竟不是男主角。一个不小心被怪物偷袭，触手被扯断，身体也被贯穿，就这样光荣牺牲了。阴代怒火中烧，冲到早乙女面前，责怪早乙女骗神志不清的阴氏上战场赴死，他的死早乙女起码有80%责任。早乙女却不以为然，阴氏可是为了大家，为了这个国家而死的，可以说是死得其所。阴代自然不听，青筋暴起，一拳打在早乙女脸上，这一拳可是连钢化玻璃都能打碎的。早乙女却安然无恙，反手一拳打退阴代。原来早乙女也移植了怪物细胞，而且与阴代不同，是长年累月在自身投入极小量的怪物细胞，不断适应成长才有现在的成果。自己可以随意控制变身，当然万不得已自己也会上战场。早乙女点到为止，现在大敌当前，不想做无意义的内斗。恰好武仲的修复已经完成，刚刚被放置在了最终融合者里。武仲自然是对早乙女口中的成为救世主没有兴趣，可是怪物一旦入侵，国家都要毁灭，武仲与白起的亡国梦自然也会破碎。总的来说，利害一致。武仲只感觉现在这副新的身体，全身涌动着力量和冲动，只想手撕眼前这些侵入自己王国的怪物。战斗力天花板武仲加上最终融合者的身躯，果然战斗力非凡，以一敌众，只几个回合竟然毫发无伤将一众托尔形全部撂倒。可是托尔形源源不断涌出，本部周围的光墙也一道道被突破，武仲却越战越勇，反而感觉眼前这些不够杀。最后
武仲坐在成堆的托尔行尸体上，成功保住了天空树。早乙女带着主角一行人早早登上了直升机，将这场世纪之战尽收眼底。早乙女高度赞扬了武仲的勇猛，是武仲保住了天空树。这样一来，只要重新立起防护，就能重整旗鼓，帝王就不会苏醒了。武仲很好奇，帝王是什么？早乙女解释道，被天空树贯穿身体而封印的超巨大特殊生物，因为无人能敌的体型与强大，所以才叫帝王。武仲听后沉默半晌，缓缓站起身，走向了天空树，大喝一声，这个国家不需要2个王。随即提气运劲，紧紧抱住天空树，居然将整个天空树连根拔起，帝王的封印被武仲亲手解除。帝王苏醒前夕，一时间大地剧烈震颤，帝王的一只手臂率先破土而出。武仲气势汹汹，冲上前去，准备和帝王较量一番。早乙女见大事不妙，封印解除，帝王就要苏醒。可是人类这边有潜力巨大的阴代阳，战斗力天花板武仲满，还有一线生机。而且每一个白大褂研究人员都有一颗近战肉搏的心。于是早乙女从直升机上一跃而下，跳入一个建筑内。原来最终融合者不止一个，最终融合者早乙女正式诞生。武仲此时正与帝王的一小部分打得正欢，丝毫没有意识到眼前的可能只是帝王的触手。果不其然，刚才的只是前奏，霎时风云变色，飞沙走石，大地开始从未有过的剧烈震颤。大陆板块相当的帝王渐渐露出真容，这身影甚至突破了大气层。事已至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帝王再次封印。武仲和早乙女扛起天空树，跳到帝王身上。可是至关重要的蝎子天空树居然断了，这可如何是好？难道今天就是世界末日了吗？直升机上的白起等人只能默默祈祷，希望奇迹出现。武仲仿佛感应到了白起的思念一般，居然将自己的身体化作蝎子，以一招突破天际的钻头直刺帝王中枢。这个瞬间，武仲仿佛看到了自己与白起美好的未来。白起满眼爱意，目送自己上班，两人还有了孩子。帝王再次被封印，沉沉的睡去。时光流逝，岁月如梭，一转眼5年过去了。帝王虽然被封印，可是怪物们还源源不断的出现。虽然原因不明，但是北海道没有怪物，因此被称为 Island。5年前的事发生时，政府立即舍弃了东京，把首都转到了北海道。财政界大佬还有一部分富豪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北海道由于人口过于密集，产生了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当务之急是夺回国土。英代作为与特殊生物细胞完美兼容的战士，在早乙女的不懈研究下，培养出了新一代融合者。英代成了队长，炫世也接受了细胞，成了一名战士。白起也加入了特殊生物对策机关，兰泽则是在食堂工作，负责战士们的伙食。这天，又有上百只托尔行聚集，正朝着帝王前进。早乙女集结战士们，虽然这次任务可能死伤惨重，不过为了夺回国土，为了明天，战士们必定全力以赴。出征前夕，白起找到了英代，此行凶险，不过如果是英代的话，一定可以化险为夷，安全回来的。自己一定在这里等着英代。尽管世界千疮百孔，血肉淋漓，怪物横行，但是只要还有一丝希望，就不能放弃。因为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人类的伟大就是勇气的伟大。某个平凡的日子，地震突然来袭，前所未见的吃人怪物从地底涌现，人类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殷代阳、白起乃央为首的众人，在近乎绝望的处境下，躲避怪物的追击，追寻生存的一线光明。这是破坏兽第1部的剧情。时隔2年半，我们接着往下讲，开始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不知多少年后的某个早晨，电视上报道着连环杀人案，一对男女的尸体被发现，遗体损伤惨重，凶手还在追查。中年殷代阳与白起乃央目送两人的女儿殷代媚央出门上学，一家3口其乐融融。
学校里，同学们打着闹着，一片祥和。媚央漫步走入教室，除了右腿裹着严严实实的绷带外，媚央也是个亭亭玉立的中学少女。只是相比于其他同学，媚央略显冷漠，不顾男同学拓斗热情地打招呼，呆坐在位子上一言不发。尽管遭到媚央的漠视，拓斗依然喜欢着这样的媚央。午休时间，同学们津津有味吃着午餐，学校的肉饼出奇的美味，甚至有同学就是因为能吃到这个才来学校的。如此美味的肉块，媚央却碰都不碰，难道是素食主义者？班上颇有人气的美少女石本突然身体不适，提早回家。放学后，媚央也一言不发，默默离开了教室。拓斗为首的3个小逼崽子打算探病石本，却在附近发现了鬼鬼祟祟的媚央。3人来到石本家门口，本该身体不适在家休息的石本居然呆呆地站在邻居家门口。石本说，本来自己在家睡觉，隔壁却突然传来惨叫声，有点担心，就跑出来看看。几人鼓起勇气，蹑手蹑脚走进屋内。电视上不是说最近不太平吗？什么连环杀人案什么的，该不会……这么想着，拓斗带头推开了房门，映入4人眼帘的是身首分离、血肉模糊的尸体。虽然多少有点心理准备，可是4人哪个经历过这种场面，当场失声尖叫。就在这时，刚才还在附近鬼鬼祟祟的媚央一闪而过。回到家后，媚央依然面无表情，父母2人也神色诡异，处理着不知什么的肉块。第二天早上，媚央是杀人魔的传言就传遍了教室，同学们议论纷纷。那家伙本来就谜团重重，有听说过他会杀害小猫呢，腿上的绷带肯定是为了隐藏自己自残的痕迹吧。听说他还是第1部里男女主角的孩子，哎呀，真是越说越可疑。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可是各种线索都指向媚央是杀人魔。就在这时，拓斗听不下去了，适可而止吧，阴代媚央怎么可能是杀人魔啊？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他之所以会比较冷淡，是因为心爱的弟弟去世的缘故啊。拓斗一阵慷慨激昂的发言后，媚央也碰巧来到教室。沸羊羊，不对，拓斗看到媚央，当众表明立场，选择相信媚央。媚央却阴着脸，冷冰冰地回答：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放学后，拓斗还是不肯放弃，偷偷来到媚央家。媚央家的屋子方方正正，像个要塞似的，墙边还排列着散发出恶臭的垃圾桶，里面是不知什么生物的肉块。不仅如此，今晚这里的客人还不止拓斗一个。石本也从树丛中走出，2人一起来到窗外，偷偷向屋内看去，却看到拿着菜刀呆呆站着的媚央和地上血肉淋漓的父母尸体。仿佛是感知到了窗外的视线，媚央猛地转头，2人赶忙蹲下，连滚带爬逃离现场。也不知身后的媚央有没有发现。这之后3天，媚央都没有来学校，拓斗也精神恍惚。石本回想起了3天前的事，还是心有余悸，多希望那只是一场梦。拓斗还是不愿意相信，尽管非常危险，可是媚央是不是杀人魔这种事，还是去和本人确认比较好。因为沸羊羊只要一想到媚羊羊的事，就坐立难安。见拓斗如此坚定，石本也鼓起勇气，决定与拓斗一起去。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媚央被众人怀疑是杀人魔，拓斗和石本决定组队前往媚央家查询真相。2人穿过森林，来到偏僻的媚央住所。只见大门敞开，但是屋内没人。走廊的尽头是一扇厚重的铁门，来都来了，没理由不进去。刚进入昏暗的房间，铁门就关上了。不管2人怎样敲打，厚重的铁门纹丝不动，仿佛与空间固定在了一起。此时的媚央正在某个房间监视着2人的一举一动。继续往里面走，某个房间里传来浓郁的恶臭。这是什么？奇怪的动物？不对，这是怪物，不知名的怪物。在
吃人肉，这不就是3天前被杀掉的媚央父母吗？再往里面走，透过窗户，那是本该死去的媚央父母在处理怪兽的肉。里面的人发现了隔窗偷看的2人，居然还放出了怪兽，企图把2人当饲料。大门锁死了，2人只能往楼上跑。石本走位失误，腰上被怪兽狠狠咬了一口。拓斗拿着刚才逃跑时顺的菜刀，拼尽全力赶走了怪兽。带着受伤的石本找了个角落躲藏。虽然怪兽体型不大，可是石本的侧腹结结实实被咬下来一块。石本泪流满面，可能是感觉这次死定了，希望在弥留之际，拓斗能闭上眼睛，满足自己的一个小小心愿。说着就把嘴凑了上去。暧昧的气氛被一根尖刺打断，难道是怪物找来了？定睛看去，从阴影中走出来的是长着怪异右腿的媚央。媚央抬起怪物触手般的腿，冷冰冰地说着不会让2人活着回去。说罢就一个右边腿向2人攻来。石本反应迅速，居然拖着重伤的身体躲开了这一下，踉踉跄跄拖着拓斗逃跑。媚央果然是连环杀人魔，被我们看到了秘密，所以要杀人灭口。说着仓皇闯进一个房间，里面居然是白大褂打扮的媚央父母，而且和楼下的2个一模一样，连说的话也一样。不仅如此，刚刚那样的怪物居然在这个房间内培养着。转身还想另找出路，却被赶来的媚央堵住了。危急关头，拓斗居然打起了嘴炮，声称尽管2次碰见媚央站在尸体旁，家里有怪兽，右腿还是这种模样，甚至现在要杀了自己。尽管这样，自己也相信媚央不是连环杀人魔。媚央听后停止了攻击。此时怪兽们也赶来了，敌我不分，暂时拖住了媚央的脚步。2人趁机逃离。石本身受重伤，行动不便，慌不择路的2人急忙躲进一个房间。这房间很是奇怪，墙上、天花板上贴满了照片，全都是媚央死去的弟弟直辉的照片。石本艰难地说道，直辉可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自己曾经在生死危机的时候被直辉救了。这么说来，刚才石本掀起衣服的时候，另一侧的腹部好像是有道很大的伤疤。石本流血过多，连站立也很困难，倒进拓斗怀里，眼含泪光，四目相对，就要继续刚才没有进行下去的事。就在这时，媚央一记飞踢，连带着怪兽破墙而入，来到2人面前。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拓斗和石本潜入媚音家，发现怪兽、克隆人和贴满弟弟照片的房间。媚央闯入房间，来到2人面前，没有立刻动手，而是陶醉地抚摸着墙上的照片，感叹这一天终于来了。原来这个小镇从很久以前就一直有连环杀人事件发生。以前媚央父亲追犯人的时候，媚央也和弟弟偷偷跟在后面，结果媚央父亲就这样死在了姐弟2人眼前。杀人魔虽然逃走了，但是也受了很重的伤。祸不单行，媚央回过神找弟弟直辉，却发现弟弟也死了，还是非常惨烈的死法。也就是说，家里的媚央双亲不是真正的父母，媚央一直在等，等到今天终于能报弟弟的仇了。没错，这个杀人魔就是在拓斗身后蠢蠢欲动的石本。石本显露真身，张开血盆大口，急不可耐，现在立刻马上就想吃了拓斗。媚央也跃身而出，又是一个右边腿，把石本打出房外。原来媚央是在换衣服时偶然发现石本侧腹的伤，所以怀疑石本。那之后就一直在监视石本。那天石本从学校早退，也是因为忍耐不住食欲，去隔壁吃了邻居。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好装的了。石本抱怨道，这条街上的人都太难吃了，可能是因为一直吃那种不明的肉，街上的人吃起来都臭得难以下咽。但是媚央弟弟的口感却十分棒，所以就想着媚央是不是也那么好吃呢？媚央怒不可遏，
凌空跃起，一招骑士踢轰向石本。石本早有防备，数根触手齐发，反将媚央打倒，嘲讽媚央真是杂鱼。说着就要下死手。就在这时，拓斗不知什么时候来到石本身后，也不知从哪掏出来的棒球棍，一击打在石本的伤口，效果拔群。媚央趁着这个空隙，使出全力闪身而过，直取石本人头。杀弟之仇终于得报。第二天，媚央告别了克隆人父母，与拓斗来到森林深处。本该是光秃秃的岩壁，在魅音输入密码后，居然打开了门。随后转头向一脸震惊的拓斗解释道，这是通往地上世界的门，这条街上的居民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条街就是全世界的思想，但其实这条街是政府建造出来的，名叫 Class 7。 这里的天空和太阳都是假的，这么做是为了一个实验。政府为了解决食物危机，所以决定开发怪兽的肉代替家畜的肉。这条街就是为了测试人类食用怪兽后是否会产生影响或者副作用而创造出来的。拓斗大为震惊，啊，原来我们一直都在吃怪兽嘛。媚央继续解释，在这里负责生产、供给、研究怪兽肉的就是自己家。研究表明，食用怪兽的肉会产生强烈依赖，最坏的情况就是会想吃人肉。之前也有过像石本这样人体突变的例子，我们把这种称作为异变者，将其驱逐也是自己家的任务。媚央的父亲是能够保持理性的变异者，自己从小就被父亲训练，所以才能报弟弟的仇。石本是该死的。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二部的剧情。上回说到，连环杀人魔其实是班花石本，被媚央绞起头落，成功报了杀弟之仇。解开多年的心结，媚央决定离开这里去地上。拓斗得知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不过是个实验场，踌躇了一会儿，被正义感冲昏头脑，决定跟随媚央去地上找这个实验的主谋，并且对媚央深情告白，希望能在身边守护。媚央听后会心一笑，答应了拓斗的请求。少男少女携手前往未知的远方，憧憬着光明的未来。拓斗已经等不及了，出去之后先吃些美食也不错。外面的世界不吃怪物的肉，对吧？那么像媚央这么香的人也会有很多吧。拓斗转瞬之间已是怪物模样，但是还保留了一丝人性，流着泪请求媚央救救自己，自己已经控制不住身体了。媚央心中虽有不舍，但是事已至此，拓斗已经没救了。含泪下手，一脚解决了拓斗。最后还是媚央一个人进了通往地上的电梯。父亲被杀后第二天，双亲像没事人一样和媚央打招呼。虽然媚央知道死了就会有替代品送过来，可是弟弟直辉的替代品一直没有。既然可以克隆父亲，那么去到地上应该可以让弟弟复活，因为对媚央来说，亲人就只有弟弟一个而已。平复心情后，媚央成功来到了地上，可是眼前的世界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光彩，目光所及一片破败潦倒。这就是地面，摇摇欲坠的大楼，荒芜破败的街道，走了一段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反倒是比地下的体积大数十倍的怪兽出现了。媚央故技重施，一个右边腿招呼上去，可是收效甚微，怪兽仅受一点小伤，反而数根触手齐发，重创了媚央。媚央吃痛，但是还有一战之力，空中侧身鞭腿，瞄准怪兽的眼睛，效果拔群，成功脱险。怪兽原地哀嚎，可是这样的怪兽光是这条街上就有好几只。不仅如此，怪兽的哀嚎声还引来了数百米高，仅仅是移动就能引起小型地震的怪物。这样的大小，别说是反击，光是逃命都要费不少力气。怎么会这样？地上的世界和之前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啊！现在想这些也没用，活命要紧。媚央一个滑铲躲进一处地下设施，成功摆脱怪兽追击。稍作休息后再做打算，打开手电筒向深处探索。没走2步，发现前方站着一个人，是幸存者吗？靠近之后想问一些地上世界的情报，那人转过头却是怪物的模样。媚音对付这种怪物已是轻车熟路，没费什么力气，一招秒杀。可是打斗声从远处引来了大群变异者，媚央跃身想逃，可是对方数量太多，
起飞失败，魅央被硬生生摔到地上，一时间被变异者包围了。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魅央来到地上打算复活弟弟，可是地上的世界与自己印象里的大相径庭，不仅破败潦倒，而且凶险异常。就在自己被一群变异者包围，生死一线的时候，一支3人小队及时出现，救了魅央。小队的武器装备十分落后，好在变异者数量不多，拖延下时间逃跑没什么问题。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小队告诉了魅央地上世界的一些基本信息，比如像刚才那些变异者满大街都是，中等和大型的怪物都已经在地上建起了巢，并且那些怪物是30年前出现的。虽然人类也曾抵抗过，可是实际情况正如魅央所见，地上几乎被怪物完全支配了，世界人口大概减少了90%。魅央也向小队说了地下世界，以及自己来地上是为了寻找使人复活的技术，但是心存戒备，没有告诉3人自己右腿的事。小队队长桂一听到复活的技术，好像有点眉目。提到大阪的某个地方，好像有出现一大群一模一样的人，真实性还有待验证，不过应该有魅央想知道的线索。在那附近还有个巨大建筑物阿贝野哈鲁卡斯，有个超过100人的团体，据说所有情报都在那聚集。正好自己有点事要去那，不如魅央也一起结伴而行。说到这里，一旁脸上有疤，一直摆着死马脸的莲第一个反对，直言一直在地下生活没经过大风大浪的魅央当队友肯定是累赘。队长桂一把莲拉到一旁小声商量，加入哈鲁卡斯的条件是男女一对，带上魅央就是2男2女，离实现目的又能进一步。就这样，4人小队正式成立，几人收拾行囊和干粮准备出发。魅央惊奇地发现，所谓的干粮就是怪物的肉。队长桂一郑重其事解释道，我们知道越是吃怪物的肉越容易变成怪物，但是不吃就得死，变成怪物的家伙就算是同伴也会当场杀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魅央听后大为震撼，既然是这样，那地下那些研究几乎毫无意义，而且眼前的3人也不知吃了多少怪物的肉，随时变身也不奇怪，自己右脚的事还是不让他们知道比较好。4人整装待发，轻手轻脚，希望以最少的消耗到达目的地，避免不必要的战斗。可是运气也不是很好，刚出泉水没几步，就碰到了之前从没见过的轮字形稀有怪物。对眼前的怪物几乎一无所知，众人一时不知所措。很快队友七濑就腿部受伤，行动受阻。危急关头，魅央不再伪装，一个侧踢狠狠命中怪物的核心，只一下就秒杀了怪物。3人见这样的魅央，直呼不可思议。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魅央来到地上与3人组队，危急时刻在队友面前展露右腿救下七濑。本就不待见魅央的莲第一时间把手上的弩弓对准魅央，队友变成怪物就马上杀掉，这是我们的规则吧。被指着的魅央眼神凌厉，低头抬腿一脚从莲的耳边擦过，化解了莲身后怪物的攻击。怪物与魅央缠斗在一起，只有破烂武器的队友在一旁看着这样的战斗，根本插不上手。可是只有右腿有战斗力的魅央也开始乏力，渐落下风。队长看准机会，扔出烟雾弹，拉起魅央迅速逃离。身后的怪物没有追击，从骨间伸出知音探头，目送着4人离去。七濑腿还受着伤，几人只好逃到附近的大楼里暂时休息。队长和七濑都很感谢魅央的奋力相救。可是一旁的莲双手交叉，摆着臭脸，继续对魅央恶语相向。我不认同，这样吃人的怪物真让人恶心。你现在也想着吃人的是吧？魅央只能解释，自己的腿是遗传，我爸爸是能够保持人类意识而全身变化的融合者，母亲只是个普通人，所以我只遗传了融合者右腿的部分。我从出生到现在，一口怪兽的肉都没吃过。
队友听后直呼不可思议，还想继续追问。门外传来了动静，是谁？是人？在打招呼诶，但是看起来姿势好奇怪。是刚才那只怪物。楼梯被堵住了，四人只能往楼上跑，躲进厕所避其锋芒。可是怪物柔软度和感知能力高得异常，居然从马桶里钻出。一阵追逐，四人被迫来到了天台，避无可避，只能应战了。未央有一个计划，但是实施起来有一定风险，事已至此，只能拼一把了。四人摆好架势，等待怪物到来。不知过了几分钟，楼下一点动静都没有。可是未央身后一根触手缓缓攀爬上来，未央反应迅速，翻身躲避。四人定睛一看，是知音，他的知音肯定是弱点。队长一声令下，对着怪物腿间发射。可是怪物敏捷异常，左右摇摆，闪身躲避。队长和连枪枪落空，反被拍到墙上。未央和七濑跑到栏杆边，引诱怪物追击。随后两人纵身一跃，怪物也跟着飞身跳下，用后爪插入墙体。怎料未央也是这么想的，右腿攀附墙壁，七濑架起弩弓，瞄准怪物知音，会心一击，怪物应声跌落，重重地摔到地上。作战计划完美实施，可是从这个高度摔下去，怪物居然还能爬起身。周围的变异者闻声赶来，二话不说，一拥而上啃食起了怪物。楼上的四人看得冷汗直流，感叹怪物与变异者的关系，只有吃与被吃，真是残忍的世界。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二部的剧情。上回说到，四人齐心协力解决了一只机敏异常的怪物，继续赶路，穿过一条条街道，来到目的地前的最后关卡道顿窟。那里的怪物个个身怀绝技，但是不穿过那里就到不了阿贝野。这条路上最危险的莫过于道顿窟守门员，虽然风险很大，但是现在有了能以一敌百的未央，四人齐心肯定能过关的。几人稍作休息，准备大干一场。未央吃着自己带的压缩饼干，看来不到不得已不会吃怪物的肉。四人来到街上，故意发出声响，把周围的怪物和感染者引来。三人带路朝着目的地跑，打算趁着混乱瞒过守门员的眼睛。未央开着无双，不断的右边腿右正蹬，打斗声又接连引来更多的怪物。混乱之中，未央发现有的怪物恢复能力特别快，受伤的手臂居然只要几秒就能重新长出。队长正准备趁现在一鼓作气越过守门员，突然一发高压水枪从队长脸颊擦过，是守门员。被守门员发现了，守门员静坐水中央，用触手吸水，在高压喷出，威力巨大，打得四人不敢靠近。守门员坐正中央，360度无死角高压水枪攻击，不击败守门员就无法通过，只能上了。莲对未央命令道：怪物女，如果照我说的做，我就认同你是同伴，你去把守门员杀了。无语子当然不是贴着头去送，有作战计划。三人主动现身，吸引守门员注意。未央站在高处等待时机，等到守门员射完子弹，重新吸水填装的那1-2秒空隙，就是未央出手的时机。三人拼死周旋，守门员一阵狂轰乱喷。就在子弹耗尽，重新吸水填装的时刻，未央纵身一跃，抬腿蓄力，以一招从天而降的脚法，把守门员一劈为二。队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真的把那个守门员打倒了。可是就算是未央，也没能全身而退。刚才那一瞬的交锋，右脚中了水枪，几乎断裂。未央当场失去意识，昏倒在地。守门员是倒下了，可是这么大的动静，周围的怪物和感染者越来越多。莲反应迅速，第一时间抱起未央，全力奔跑。精疲力尽的四人急忙找了个地方躲藏，队友们犯起了难。离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未央那么猛，现在却重伤不醒，主要战斗力右腿还受伤了，这可怎么办？
莲看着冷汗直流、一脸死相的媚央，冷冷地说，嘴上说着要把弟弟复活，结果现在自己都快死了。此时的媚央半梦半醒之际，脑子里浮现出弟弟的脸，回想着弟弟说要守护自己的话语，还有刚才恢复速度异常的怪物。突然，媚央猛地睁开眼睛。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4人小队齐心协力打败守门员，可是媚央重伤昏迷。突然，媚央垂死病危惊坐起，为了继续前进，为了复活弟弟，决定吃怪物的肉。七濑把肉捧到媚央面前，淡淡的恶臭流入鼻腔。媚央鼓起勇气放入口中，居然意外的好吃，闻着臭吃着香。媚央狼吞虎咽，一块一块往嘴里塞，腿上的伤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这天深夜，媚央呆呆看着弟弟的眼球，若有所思。莲也从身后走出，似乎已经接纳了媚央。媚央来到地上这几天经历了那么多，复活弟弟的决心更加坚定了。看着这样的媚央，莲也回想起了自己的姐姐，在某天被一个像媚央这样能怪兽化、肩膀有奇怪纹身的男人带走了。第二天，媚央完全恢复，4人离目的地已经近到了能看到大楼的距离了。但是这个时候，怪兽怎么能不出现？这次的怪兽都是动物模样。说起来，这里之前好像有间动物园呢。4人无心恋战，离终点就这点距离，没必要再浪费体力。就在这时，一只大脚竖在4人面前，挡住去路。是一只硕大的大象怪物。被两面包夹，那不得不动手了。媚央让3人往大象身下跑，自己有对策。两边的怪物凶猛异常，发起攻击。媚央跃身飞踢，打开象腿，让3人通行。身后的小型怪物也逐渐靠近。媚央凌空一跃，利用大象的攻击帮自己解围。随后凭借身形的优势，连续跳跃躲避，成功越过大象。可是大象还未放弃，迈着沉重的步伐继续追击。4人加紧赶路，终于来到了目的地。大象怪物还在追来，4人请求里面的人开门。守门人见到大象也不惊讶，风轻云淡，抽着传统香烟。等到怪兽靠近，朝身后大喊点火。霎时间，从门框喷射出烈焰，一击就把怪物击退。接着，大门缓缓打开，几经波折，终于来到终点。守门人吸着烟，察觉到媚央右腿不对劲，提刀刺来。媚央无奈，只能抬腿格挡。但是这样右腿的秘密也暴露了。男子凶悍异常，没过几招就将媚央压制在地，就要下死手，却被一个端庄的少年制止。少年一眼就认出了媚央不是感染者，而是能自如运用怪兽力量而不会失控的艾博尔。男子见到少年立刻停手，毕恭毕敬来到少年身前，还称呼少年为主人。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4人终于来到阿贝野，这里的主人是个瘦弱的少年模样，但是好像知道很多关于怪兽和这个世界的秘密。少年和蔼地招待了4人进入内部，向大家解释道，进入这里也没有什么条件，这里是长年累月重新构建出来的社会，欢迎来到新世界。少年刚踏进去，里面的人就不约而同向少年行礼，孩子们蜂拥而上给少年献花。虽然少年谦逊有礼，可是表情中透露着一丝诡异。莲惊奇地发现少年手上竟然有着与掳走姐姐的人一样的纹身，看来这里并没有表面那么祥和。少年带领着4人参观大楼，这里有在培育蔬菜，还有少量家畜。最初只有100人，通过大家的努力，规模逐渐壮大，现在总共有1287人在这里生活。如果非要说在新世界生活有什么条件的话，
那就是寻找毕生伴侣，生孩子，为这里增加人口。当然并不会强迫你们，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在外面传闻进入这里的条件是一男一女吧。少年带着4人进入电梯，继续说道，我们这里有大型太阳能充电系统，地下有小型火力发电，足以支撑这个建筑的动力。其实这里以前本来是为了特殊生物灾害而用的军事设施，30年前那场战役，人类一败涂地。电梯到站，众人来到天台，少年手指向的是大到难以形容的怪物。30年前被天空术查出要害的帝王把东京消灭了，在那之后，世界各地的帝王行都以日本为目标。在那一刻，日本只有一条被毁灭的道路，但是在那个时候，奇迹出现了，那是人类进化的产物。那个奇迹保护了日本不被帝王侵犯。虽然我是无神论者，但是那个瞬间，人类确实超越了神。躺在那里的帝王就是最好的证明，人类的可能性是无限大的。知不知道什么是神啊？神以前也是人，不过他做了人做不到的事，所以他成了神。我打算把这里作为人类的在心之地，我要促进人类进化，带领前往新的领域，从特殊生物手里把世界抢回来，那时候才是新世界的完成。少年滔滔不绝向4人解释着，回过头发现媚央有几分眼熟，便询问了姓名。英代，我叫英代媚央。少年听后先是一惊，随后邪魅一笑，仿佛盘算着什么。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几人连日赶路，肯定也累了吧，更详细的事情明天再说吧，来日方长，也没必要急于这一时。几人舒舒服服泡了热水澡，享用了怪物肉以外的美食，还有干净暖和的被窝。媚央却表示自己知道复活人的情报后马上就离开。此时的少年在房间内看着手上媚央父亲殷代阳的照片，感叹着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再会。另一边，大楼内某个房间有什么东西蠢蠢欲动着。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4人终于进入阿贝野，还得知了30年前令人类一败涂地的惨剧。可是光鲜的表面下似乎隐藏着什么。莲无意间发现了有类似变异者被送入神秘的房间。不仅如此，前来阻拦自己的好像就是几年前掳走姐姐的人。几人在酒足饭饱后，少年又来到了房间，拉拢媚央，说到25年前人类与特殊生物抗衡，我当时还是个菜鸟训练兵。没错，我也是艾博尔。那之后我来到了这里，在这里成立了露西利亚。所谓露西利亚，就是由艾博尔所构成的组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6人了。在这个新世界里，其他居民是劳动者，相反，艾博尔就是战斗人员，为了保护新世界不被怪物入侵。说了那么多，是想媚央也加入。父亲是最强艾博尔的媚央是最有资格加入的。媚央却解释道，自己因为母亲是普通人，所以到自己这只有右腿能变身。这么一说，少年反而更感兴趣了，因为以自己的研究结果，像媚央这样的不完全艾博尔是不可能存在的。此时莲也回到了房间，少年见人齐了，开始进入主线，希望几人去北边的大阪城与里面的某个人交涉，当然不会强迫，如果大家愿意去的话，就给予大家在这里的永久居住权。队长和七濑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在这生活，自然眼馋居住权，不过也不希望媚央有压力，毕竟媚央也有自己的目标。见媚央没什么兴趣，少年就提起了媚央最感兴趣的话题。大阪那里可是有着能克隆人的机器，有那个机器的话，就能让新世界的人口爆发性增长了。媚央果然上钩，没提任何条件就答应了。拉拢成功，那明天就出发。第二天一大早，少年引导着居民进行了净化仪式，从群众里挑选出5个幸运儿，注入神秘药剂。根据少年之前的话，不难猜出注射的是为了增加战斗人员让人怪物化的药。
但是群众只是虔诚地接受着仪式。之后，少年派出2人带领小队前往大阪，一个是昨天的守门人，另一个是疑似掳走莲姐姐的相马。6人整装待发，进入废弃的地铁通道。走这里的话，可以不遇怪物，直达目的地。通过隧道，没过多久就到了这次的战场——大阪城。刚进城内，前方就密密麻麻飞来什么？是箭雨。守门大叔与相马挡在前面阻截箭雨，媚央也挡在队友身前，把3人护在身后。守门大叔抱怨着，还是那么粗暴地迎接自己，看来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媚央察觉这次任务不止谈判那么简单。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6人来到大阪城，刚靠近就被突如其来的箭雨袭击。相马隔空喊话，表明来意，说多次来访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借克隆机器。屋顶的人果断拒绝，断言你们来多少次都是一样的结果。说完还发射炮弹以示友好。6人辗转腾挪，快速接近，一口气进入了屋内，却被一个铠甲战士拦住去路。相马率先出击，用尖锐的指甲一爪刺去，武士抬刀格挡，防下一击。可是守门大叔不讲武德，大步向前，单手发力，一击爆头，结果了武士。6人顺利来到了屋内，在此等待众人的是一大群武士打扮的战士。对面人多势众，就算是能轻松制服媚央的大叔也被砍了一刀。没办法，大叔率先变身，全力作战，媚央也加入战斗。相马自然不会闲着，甚至不用变身就秒杀了2个武士。媚央看了一眼地上的人头，大惊失色，这分明是父亲的脸。媚央愣在原地，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让武士们全都停手，并且把头盔摘下。只见盔甲下的脸庞全是媚央父亲的面容。原来这里就是父亲殷代阳的克隆工厂。武士们的队长也从后面走出，来到媚央面前。没错，媚央，我是你爹。 I am your father. 为什么要从 Class 7里出来？我并不想让你知道地上的残酷世界，那里是庇护所，可以一直守护着你。媚央被惊得说不出话。此时的殷代阳应该是47岁，可是利用艾博尔的力量可以防止细胞裂化，驻颜有术，看上去甚至像是媚央的同龄人。原来从小时候陪在媚央身边的就只是量产的克隆人。杨转头看向相马，虽然不知道你们对我女儿说了什么狗屁谎话，但是如果要打克隆装置的主意的话，就别妄想了。回去告诉你们的主人死心吧。大叔见多次规劝无果，自己也不能就这样空手而归，那只能动粗了。大叔与相马相继变身，一拥而上，杨却面无表情，风轻云淡地闪身躲避一击，随后以压倒性的敏捷和力量一招制服了2人，甚至不用变身。一旁的媚央则全然不管这些，一心只想知道克隆装置在哪，激动地拿出弟弟的眼球，迫不及待想要复活自己唯一的家人。杨看着这样思念弟弟的女儿，希望媚央放弃这样的想法。把死去的人复活并不会继承记忆和人格，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媚央完全不理会父亲的说教，突然孝心大发，哄堂大笑，厉声打断杨的话：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不给我用的话，那我就用抢的，挡我者死。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媚央为了复活弟弟，想要使用克隆装置，被父亲殷代阳拒绝。媚央恼羞成怒，抬腿踢去，杨也不恼，扭头躲避。媚央不依不挠，连续鞭腿，杨轻松躲闪，没有碰到分毫。紧接着又是一记扫堂腿，杨跳起躲避，媚央急忙收招，再出一腿向空中的亲爹甩去。杨避无可避，迫于无奈，伸出食指挡下攻击，再握住刃尖，轻轻往下一甩，媚央应声倒地，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你爹还是你爹。杨苦苦规劝，希望媚央回到地下生活。媚央虽然打不过也说不过，可是坚持不肯放弃，提出让步。自己的家人只有弟弟直辉，只要把直辉复活，自己就会乖乖回地下。媚央情绪激动，泪眼婆娑，身体颤抖着，怪物化也从右腿蔓延到了身上。杨好言相劝，来爸爸这里，
我来教你怎么控制力量。媚央宁死不从，不肯认杨，坚持自己的家人只有弟弟一人而已。说完便转头跑了出去。相马与大叔二人也只能悻悻离场，如实向主人报告了此事。主人见与女儿重逢也不能打动杨，没办法，只能发动圣战了。回到阿贝野后，媚央就把自己锁在房里，没能复活弟弟的遗憾，逐渐变成怪物的恐惧一时涌上心头。莲也离自己的目的近了一步，拿枪威胁相马把自己的姐姐交出来。相马自然是不怕这种小儿科的武器，只是玩心大起，把莲骗到那个神秘房间。只见笼子关着，早上被注射的那个女孩看上去十分痛苦，挣扎之中成了怪物模样，还没挣扎2下就被身后大手抓起，拉入暗中吞食。什么东西？这里面隐藏着什么？是怪物，还不是一般的怪物，是融合着许多人的怪物。相马看着一脸疑惑的莲解释道，主人想利用这家伙复活救世主。说完笼子就打开了，相马已经转头离开，把莲关在里面。过了一会儿，楼里的怪物破墙而出，居民们死的死，逃的逃。媚央惊奇地发现，这个怪物融合了许多人，甚至还有消失了一段时间的莲。主人带着所有艾伯尔蓄势待发，看来准备舍弃这里，背水一战，全力进攻大阪城。询问媚央站在哪边，融合怪裹挟着莲，队友当然要救，于是决定一同前往。一群人浩浩荡荡出发，这个融合怪生猛无比，城市里拦路的同等体型怪物只一击就被秒杀。几公里外的大阪城，杨远远注视着阿贝野，察觉到了来者不善，带领着克隆兵呼叫许久没露面的炫世，看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主人纳鲁米为了克隆装置全面进攻大阪城，融合怪伫立在城前，希望杨能交出克隆装置。杨一语道破，纳鲁米对克隆装置那么执着，是因为想要复活那个男人，体育老师武仲满。纳鲁米嘲笑杨太过死板，只有那个男人复活，才能创造新时代，迎来新世界。为了人类的进化，少量的牺牲在所难免，只能拿下大阪城了。杨也早有准备，融合怪刚要动手，天空中就飞来了什么，结结实实把硕大的融合怪撞倒。是太阳塔，炫世操控着太阳塔赶来支援了，战争正式开始。屋外太阳塔对战融合怪，屋内克隆兵团对艾伯尔战士。纳鲁米还想做最后的规劝，避免不必要的战争。自己的愿望只是克隆装置而已，只要交出装置，就什么都解决了。杨依然无动于衷，谈判不知第几次破裂。领头的艾伯尔率先发起攻势，手臂扭曲变形，伸出尖刺，如雨伞般张开，旋转起了布满利刃的手臂，向杨袭来。杨不用变身，面对普通的艾伯尔也是压倒性的优势，更别说现在手上还有利刃。电光火石之间，顺势劈去，就这样一瞬间把对手劈成3半。再看屋外，媚央为了救莲，跃身来到融合怪身上，莲才刚被吞噬，趁着还没完全融合，可能还有得救。可是融合怪的身体由无数变异者组成，只有右脚能变身的媚央有心无力。此时太阳塔也和融合怪贴身肉搏，太阳塔先手突袭，出其不意，硬生生撕扯下融合怪的一大片血肉。媚央趁着这个空当，以几乎全身觉醒为代价，拼死救下了莲。莲睁开眼睛，看到因为自己而面目狰狞的媚央，觉得自己好无力。我虽然一直在找我姐姐，但是看来找不到了。你还有父亲，去吧，怪物女，去你父亲那里，去大谈你的梦想吧。这个展开有点抽象。媚央把莲留在原地，也不管他这个位置会不会被融合怪一脚踩死，转身离开，向着亲爹奔去。太阳塔里的炫世打倒融合怪后，向杨远程通报，那个大块头也没多厉害，等我几秒钟解决他。纳鲁米却一副胜券在握的嘴脸，声称自己已经给融合怪准备了新的头，炫世先生是赢不了的。原来所谓新的头是指
守门大叔和相马两人已经成为了融合怪新的头颅。一时间，本来笨拙的动作仿佛脱胎换骨，炫氏在猛烈的攻势下逐渐招架不住，被打得节节败退。再回到杨这里，纳鲁米感觉自己优势巨大，已是一副胜者姿态，还是对杨不死心。再这样下去，你的克隆兵会全灭的，快点把克隆装置交出来就没事了，然后复活救世主，重建日本，人类就能取回大地了。鹰带队长，来我身边，和我一起建设新世界吧。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纳鲁米的最终目的居然是复活武仲老师，创造新世界。杨听后双目微闭，紧接着怒发冲冠，怒吼道：我早就预见到了未来是绝望的，东京的灭绝，世界的终结，然后就是老婆的死。明日に絶望しろ！思い出に絶望しろ！我已经不想失去重要的东西了。纳鲁米也斗志昂扬，紧随其后变换身姿，能拯救人类的就只有救世主。鹰带队长，和我一起见证救世主复活的时刻吧。再来到外面，炫氏在融合怪的连续军体拳下逐渐招架不住，只好拿出底牌，双眼闪闪发光，一招电眼逼人，射出激光，用尽自己全部能量。可是融合怪反应迅速，侧头躲避，反手乱拳打在太阳塔身上，随后高举双手，身体组织形成40米长刀。危急关头，太阳塔开启第2形态反控制模式。回到屋内，杨和纳鲁米简单过了2招，又站着打起了嘴炮。救世主，笑死人了，你被那个男人的执着囚住了。克隆是不会继承记忆和人格的，只是单单的模拟品，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复活了你所说的救世主。纳鲁米不紧不慢反驳道：没错，如果只是把身体上的一部分拿去克隆的话，的确如此，但如果是使用正版身体的脑子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救世主的复活是不可或缺的，你不想再看一次那时候的奇迹吗？时间回溯到纳鲁米还是个小孩，看着屏幕上的羊对抗帝王的时候，好几只突破大气层的帝王肆虐着地球，人类只有封印帝王中枢，使他们进入假死状态一个选择。一只只帝王伫立在地球表面，几乎同时发动攻击，人类只能到此为止了吗？生死存亡的时刻，那只帝王站了出来，以一敌众，攻击起了其他帝王，犹如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这个帝王没错，是武仲老师，他和帝王同化了，虽然不是他的本意，但是他的行为确确实实保护了地球。武仲老师露出自信的笑容，丝毫没有惧意。帝王只能存在一个，那就是我。那个身姿在幼年纳鲁米眼里宛如救世主。那一天，救世主和帝王成为了一体，那简直就是奇迹。救世主用尽了最后的力量，和帝王军团一起再度沉睡。我们为了再次让那个奇迹出现，尝试唤醒救世主，但是不管多少次，救世主的意识还是醒不过来。本来是想着把身体也救出来的，但是他已经和帝王内部同化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只取出了那位大人的脑子。只要有了克隆装置，应该会创造出不比本体逊色的救世主。人类再兴的第一步就要开始了。救世主再度操纵帝王，把怪物们全都驱逐，一个不留。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纳鲁米崇拜武仲满，已经从尸体中获取了脑子，决心复活救世主。随后一声令下，派自己的80多个艾博尔战士一拥而上。就算是号称最强艾博尔的杨，面对那么多对手，也不能全身而退吧。一阵厮杀后，杨也被制服。就在这时，一个诡异的身影从天而降，是几乎完全觉醒的魅央。魅央被憎恨与杀意冲昏头脑，无差别攻击在场的人。纳鲁米出手阻拦，一个袭击就把魅央打倒。杨见女儿被欺负，怒不可遏，一瞬间挣脱束缚。你要对我的女儿做什么？一边保护失去理智的魅央，一边与几十个艾博尔作战。另外，炫氏也苦苦支撑，为了获得更强的力量，与太阳塔直接连接，就快到极限了。
杨请求宣誓，把媚央带去找乙女博士那，这里就由自己来死守。媚央还在暴走，张牙舞爪向着杨袭来。纳鲁米见机会来了，旋转跳跃，不讲武德，想要从身后偷袭媚央。杨虽然满身疮痍，但是察觉到了杀意，时隔多年再次抱起媚央，闪身躲开一击。媚央，你听好，你恨我和想让直辉复活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克隆出来的直辉已经不是那个和你一起度过时光的弟弟了。你母亲死前曾经这么说过，告诉媚央和直辉，我一直爱着他们。爸爸，我也是一直爱着媚央和直辉。在父爱的光辉加持下，媚央成功取回意识，变回人形，解开多年的心结，在父亲怀中哭得像个孩子。可是杨已经没有机会补偿缺爱的媚央了，因为刚才那一击已经把杨的后脑到背整个切下。刚取回意识与父亲和解，杨就死在自己眼前。媚央呆坐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干掉了，那个最强的艾博尔因带杨被干掉了。纳鲁米的战士们享受着大获全胜的喜悦。大家干得好，为倒下的同伴们祈祷，缅怀他们的牺牲。今天将是新世界真正的开始。紧接着，纳鲁米来到一言不发的媚央面前，表示杨之前关照过自己，变成现在这个局面也是逼不得已。虽然你爹死了，可是你可以如愿复活弟弟。媚央低头不语，回想起父亲明明爱着自己，自己却说了那么过分的话。面对怀里逐渐冰冷的尸体，已经什么都传达不到了。不可原谅！媚央悲愤交加，嘶吼着，面目再次狰狞。可是在父爱的加持下，媚央没有失去理智，完全觉醒为艾博尔，再次展露在众人面前的姿态，犹如隐雾女郎，与之前半吊子的怪物模样判若两人。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曾经最强的艾博尔因代阳为了保护女儿，死在了媚央面前。媚央在父爱的加持下觉醒为隐雾女郎，与之前笨拙的怪物模样判若两人。杀父仇人纳鲁米上前祝贺，恭喜你媚央小姐，终于进化成完全体的艾博尔了，有兴趣加入我们一起创造新世界吗？媚央一言不发，在众人面前缓缓将父亲的尸体抱起，搬到一旁，轻抚杨的脸庞。爸爸，我马上会结束这一切的。转头对纳鲁米说道，我对你的计划没有任何兴趣，也不打算帮你。爸爸守护至今的克隆装置，现在就由我来守护。语毕，纳鲁米身后的战士一拥而上，媚央清扫一眼敌人的数量，四肢同时发力进攻，以一敌众，一瞬间就干掉了2人。随后以手带脚一跃而起，锋利的辫子一甩而过，6名战士身手分离，倒在媚央脚下。纳鲁米看出完全觉醒的媚央实力可能已经超越父亲了，杂鱼战士再上多少个也是白给，决定亲自动手斩草除根。可是媚央的实力比想象中还要强，轻描淡写躲过纳鲁米全部攻击，辗转腾挪下没有伤到分毫，近身一脚重创纳鲁米。尘埃散去，媚央已经将纳鲁米踩在脚下，可是没下死手。纳鲁米爱惜人才，还想将媚央收入麾下，这正是自己想要的人才。表示媚央才刚觉醒，只有死劲，刚才是大意了才没有闪，接下来会全力作战。可是话还没说完，就被媚央一个左刺拳在脸上蹭了一下。随后纳鲁米闪身后退，用刃刺包裹全身进行防御，把媚央的攻击全部防出去，等攻势散去再把锋刃全数发射。媚央不慌不忙，用辫子缠绕全身，借势发力，反将锋刃打回，毫发无伤再次击败纳鲁米。纳鲁米这下肯定了，现在的媚央不仅仅是超越了杨，而是能力完全凌驾于父亲之上。没想到为了得到克隆装置会遇到那么多变数，还好自己老谋深算，把一旁观战的七濑和队长抓来当人质。
选吧，媚阳小姐，是要这2个人的命，还是克隆装置？七濑和队长只是肉体凡胎，根本没有反抗能力，只能嘴臭2句。纳鲁米，现在的你真的很卑鄙，做这种事难道不会觉得羞耻吗？纳鲁米则是不以为然，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会将我的信念贯彻到底。媚央沉默不语，看了一眼角落父亲的尸体，开口说道：我选择的是……就在这时，巨大的太阳塔破墙而入，是暴走的炫世。纳鲁米没想到还有这一出，要是暴走的炫世横冲直撞，把克隆装置弄坏了就不好了，只能下令先解决炫世。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媚央以压倒性的实力打倒纳鲁米，可是对方却用人质威胁媚央做选择。媚央想趁着混乱救人，可是纳鲁米紧接着媚央的一举一动。媚央小姐，你也不想队友没命吧？1秒，1秒就好了，只要有1秒的空隙。这个瞬间，一把长刀向纳鲁米飞来。虽然这种小把戏伤不了纳鲁米，但确实争取到了刹那的空隙，是连的奋力相救争取来的时间。媚央看准时机，从纳鲁米身边闪身而过。纳鲁米反应不及，没能阻拦。媚央双手化作利刃，一击斩杀几个杂鱼，成功救下七濑与队长。紧接着马不停蹄，带着3人全力奔跑，直奔炫世处，再顺手干掉几个准备对炫世动手的杂鱼，来到太阳塔内，请求还保留着一丝理性的炫世帮助自己逃离。炫世见大阪城兵败如山倒，好兄弟杨也死了，比起克隆装置，现在逃命再做打算比较理智。于是驾驶太阳塔载着4人一路狂奔。那鲁米也无心恋战，穷寇莫追，这场战争的胜利已经是属于我们的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克隆装置终于到手了，要迎来救世主的复活时刻了。炫世马不停蹄赶到早乙女博士处，以3个月不能启动为代价，强行断开了与太阳塔的连接。炫世勉强挺住，送去治疗。早乙女通过摄像机把大阪城的激战尽收眼底。杨的牺牲的确令人叹惋，曾经最强的艾博尔战死，说是失去一个无价之宝也不为过。话锋一转，但是能和他比肩的至宝马上就出现了，真是多么好运！媚央前途无量，只要训练得当，肯定能站在艾博尔的顶点。媚央第一次变身，又连续激战，已经力竭，退回人形。早乙女继续解释，杨拼死保护克隆装置，是为了不让那个男人复活，那个曾经令地下的帝王苏醒，把东京推向毁灭的男人，又和帝王融合，保护了日本的男人。虚弱的媚央颤抖着双腿，表示父亲是因为自己而死的，自己要代替父亲去阻止纳鲁米。此时，许久未见的炫世与杨的青梅竹马兰泽未来出现了，上前抱住媚央，希望媚央不要太自责。我认为在最后时刻保护了媚央的杨一定觉得很幸福。媚央在未来的怀抱下，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抱着未来泣不成声。早乙女看着肉麻的苦情戏码，出口打断，那个男人的克隆最少也得10天，还有时间做准备。在那之前，等炫世恢复，召集各地的艾博尔，媚央也得趁此机会掌握艾博尔的力量。另一边，纳鲁米专心致志地盯着克隆装置，太美妙了，何等的生命力！按这个速度，会比预期更早的完成，救世主就要复活了。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纳鲁米得到了克隆装置，正在复活救世主武仲满。媚央等人大败而逃，准备抓住最后的机会反击。5天后，媚央为了完全掌握力量，加紧练习，可是自那天以后再也没能变成艾博尔。陪练人员失望透顶，最强艾博尔的女儿就这，为什么你活下来了，杨却不得不死？表示等炫世恢复就出发，不用等媚央了。媚央呆坐在原地，喃喃自语，的确，
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说到底，我没从地底出来的话，爸爸也不会死。如果没有我的话，莲在一旁劝道：你代替不了你的父亲，你没必要继承他的遗志，别想太多，接下来要为了什么而战，只要知道这个就够了。媚阳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脑内浮现出一同拼搏至今的同伴的脸，随后大彻大悟，成功突破桎梏，再次变身。谢谢你，莲。说实话，这段有点儿戏，这一段不要太较真，图娱乐就好，反正我是看笑了。我们继续往下看。没过多久，炫氏也醒了，亲自下场锻炼兄弟的女儿。第8天，媚央解开心结，不再执着于弟弟直辉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我要为保护大家生活的土地而战，无论成败，这都是最后一战了。一行人来到了阿贝野附近，蹑手蹑脚，生怕打草惊蛇，计划着一会儿进去之后，一旦发现克隆装置，就把里面没完全成型的五重满破坏。可是破门而入之后，看到的却是满地尸骸，以及被完全破坏，里面空无一物的克隆装置。幸存的小男孩告诉众人，昨天在这里举办了救世主的复活祭典，纳鲁米非常高兴。可是突然玻璃舱裂开了，那之后就炫氏焦急万分，难不成五重复活了？这些都是他做的？小男孩掩面哭泣，接着说道，我不知道他去哪了，只记得他说了句想看看天空。几人赶忙前往天台，果然看到了赤身裸体还不知从哪搬了张破椅子的那个男人五重满。五重呆坐在椅子上，思考着自己身处何地，自己又为何会在这里。私は誰？看来刚重生的五重已经失去记忆了。一个愣头青见状，立刻放松警惕，走到五重面前，希望和平相处。谁知五重轻轻一扭，就把男人的手折成几段，随后一脚将其踢飞。只有一件事情我很清楚，那就是想把人类消灭的冲动。该怎么说呢？我自己也控制不了，想把你们全部杀掉。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五重复活，虽然失去记忆，但是却有着莫名强烈的杀戮欲望，率先干掉一人，见队友被杀，众人一拥而上，一名战士一跃而起，单腿化作利刃，一脚踢去。谁知五重不躲不闪，只是提气凝神，战士的全力一击竟不能伤五重分毫，反被一拳秒杀。接着以掌带刀，将怒不可遏的第2个战士的武器打成几段，再双臂发力，一个地狱送葬手刀徒手将战士劈成2半。领头的战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这支队伍可是能匹敌杨队长的精锐，竟然在五重面前如此不堪一击。纳鲁米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媚央也察觉到了眼前这个男人十分危险，立刻变身上前，躲过手刀，一个利落的上段踢命中下巴，可是被反手抓住脚踝，媚央用辫子刺去。五重只是站在原地连续躲闪，媚央的攻势全数落空，紧接着反手重重地把媚央摔倒在地。只是这一下，媚央就被打回原形，看着倒在地上的媚央，怒目圆睁，沉睡在脑海的记忆仿佛被唤醒了，也不继续动手，说出了白起2个字。媚央听到自己已故母亲的名字，艰难地爬起身，怒吼道，我不是白起，我叫阴代媚央。五重听后不愿相信，表情诡异，甚至还伸出咸猪手搭在媚央肩头，吓得媚央一个机灵，连退几步。炫氏在一旁解释，现在已经是30年后了，那个女孩不是白起，而是白起和阴代的女儿。五重闻言虎躯一震，白起和阴代的女儿真是令人不愉快。不愉快です。别再给我提起那个晦气的名字。对了，我想起来了，那一天在电影院，我们不是约好了吗？我当国王，你当王妃，创造我们2人的国家，碍事的家伙全都不需要，我们2个就是亚当和夏娃。为此要将除你以外的人全部抹杀，让我们2个人
创造美好的世界吧。媚央感受到了面前的人对母亲异常的执着，只感觉油腻又下头，不禁冷汗直流。炫氏从身后赶来，一记重锤火花朝武仲身上招呼，武仲没费什么力气，单手就招架下来。媚央也跟着一个甩变，武仲跃身躲避，可是空中行动不便，媚央又是一脚结结实实打在武仲身上，跟着炫氏也大锤砸下，谁知一套连招下来，武仲还是游刃有余，赤身裸体一把抱住媚央，在巨大的力量差距下，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武仲宛如吕布附体，丝毫没有松手的打算，仿佛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和媚央合体。白起，我和你可是一心同体。就在这时，天空传来了异响，大地微微震颤，接着一只大脚重重落在大地之上。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武仲复活，杀戮的欲望异常强烈，强得离谱，还取回了部分记忆。焦灼之际，一只大脚立于大地之上，是帝王。帝王苏醒了，帝王低下头，硕大的眼睛穿过云层，注视着众人。媚央奋力抵抗，给了武仲一个袭击，挣脱束缚。伴随帝王而来的还有满身伤痕的纳鲁米。纳鲁米向众人解释道，优秀的艾伯尔所必要的因素，肉体自然不用说，精神的强度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为了让救世主更容易控制，让帝王为我们所用，我认为必须先让他进化。纳鲁米邪魅一笑，救世主是我们将迄今为止收集到的大约150种特殊生物细胞投入其中而合成的，唯一的误算就是由于投入大量的特殊生物细胞，为了毁灭人类而生的特殊生物本性驱使着救世主，自己拼尽全力才逃离了那场杀戮，之后还目睹了奇迹，帝王再次苏醒了。不仅如此，救世主过去和帝王融合过，可能是因为有了精神上的连接，帝王为了再次合二为一，所以与救世主一同苏醒，并且来到了这里。谈话间，帝王伸出大手，企图与武仲再次合为一体。大手离天台越来越近，一眨眼的功夫，帝王的手指却被打烂。是武仲。人与人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融合了接近150种特殊生物细胞，还与帝王有着精神连接的武仲，不仅拒绝了帝王的合体邀请，还能将身体变成机枪一顿扫射，威力比起人类的武器更胜不止一筹。说起来，武仲到现在还没变身呢。武仲怒吼着，有资格跟我合为一体的只有白起而已。说罢，身体胀大数百倍有余，甚至长出翅膀，一跃而起，翱翔到云层之上，来到帝王与纳鲁米面前。纳鲁米猜测，帝王如此渴求武仲，恐怕是因为无法忘却与武仲合体时那满溢而出的快感。怎料此时的武仲甚至已经看不上帝王，声称自己已经超越所谓的帝王，成为神了，火力全开，对着帝王伸出知音机枪，一顿狂轰乱炸。一阵地动山摇，风云变色后，帝王倒下了，连带着纳鲁米也破败不堪，跌落到众人面前。可是纳鲁米看上去却十分愉悦，自己亲手研究复活的救世主，连帝王都能打败，还有比这更令人开心的事吗？武仲飞身来到天台，希望继续刚才和媚央没做完的事，却被纳鲁米打断。在那个女孩之前，先让我进入您的身体，趁我还有意识的时候把我吃掉的话，我拥有的庞大知识都会成为您的东西，如此一来，救世主就能成为更加完美的存在，因为我想见证进化的顶点。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变身后的武仲把帝王都能干掉，纳鲁米请求武仲把自己吃掉，让自己的知识为武仲所用。武仲稍作思索，答应了，伸出舌头把纳鲁米吞入口中，
片刻过后，纳鲁米的记忆流入武仲意识，武仲逐渐理解了一切。你不是白起，竟然是那个鹰代和白起的女儿，不可饶恕！我要把这个国家，不，整个星球都毁掉，连灰都不留。现在，地狱的毕业典礼要开始了。一时间，天崩地裂，飞沙走石，巨大的触手拔地而起，汇聚一处，组成一棵硕大的树，树上结出一颗颗卵，里面孵化着怪兽。吸收了纳鲁米的武仲果然变得聪慧不少，结合纳鲁米做的研究，得出结论，这是地球的意志，一切的起点是在这颗星球下诞生的渺小的生命之种，它经过漫长的时间成为生命之根。就在地上生物进化的同时，由此而生的正是特殊生物，它们在地底一直等待着，把对地球来说是毒瘤的人类还有人类的文明破坏掉。这30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特殊生物灾害，正是地球的自净作用。作为最后的收场，结出特殊生物的生命之树就在此出现了，或者说应该称呼它为破坏树。这里破坏树和漫画名字破坏兽的读音一样，都念哈开句。天台的众人自然不愿相信，什么破坏树，别开玩笑了，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是什么地球的意志？武仲听后不予理睬，解决你们之前能告诉你们真相，已经是最后的仁慈了。永别了人类，永别了冒牌的白旗。话分两头，此时大楼内，莲在某个房间找到了自己苦苦寻找多年的姐姐。姐姐在这里已经成立了新的家庭，还有了一个孩子。姐姐邀请莲与自己的家庭一同生活，莲坦然一笑，拒绝了，转身就要离开。我做不到，我要和队友们，还有在屋顶的另一个人在一起。我也找到了新的家人，知道你幸福平安，这就足够了。再回到屋顶，媚央苦苦支撑，可是独木难支，对手可是那个武仲。没过几回合，也倒在了地上。武仲卷起媚央，缓缓送到自己面前。真正的白起已经不在了呢，就拿你当代餐凑合一下吧。炫世艰难地站起身，大声呼喊：媚央，替我转告未来，丢下你一个人，真是对不起，我爱你。说完就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媚央救下，自己却被武仲顺势一口吞下。这种程度的攻击对武仲当然是不痛不痒，再次卷起毫无抵抗的媚央。就在这时，莲带着队友们来到了天台，见队友有难，媚央又重新燃起了斗志，再次变身准备殊死一搏。此时武仲却待在了原地，死去炫世的记忆汩汩涌入脑海。今天我们继续破坏兽第2部的剧情。上回说到，肆虐地球的怪兽竟然是地球的意志。就在武仲准备毁灭地球的时刻，自己肚中炫世的记忆汩汩涌入脑中，是白起历尽艰辛把媚央生下来的场景。记忆的片段不断闪回，到了媚央稍大一点，特殊生物灾害袭来，建筑坍塌，把幼小的媚央压在废墟之下。是白起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保护了媚央。弥留之际，白起把媚央托付给了父亲殷代，嘱咐殷代一定要好好保护媚央。此时武仲虽然站在原地，可是媚央等人还苦苦与破坏树的根茎做着战斗，就要力竭摔落天台。莲也以凡人之躯护着媚央一跃而下。千钧一发之际，是武仲出手救了媚央。自己的王妃白起和自己最讨厌的殷代结婚，还有了孩子，我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啦。你可是白起拼上性命也要保护的存在，一想到白起在你出生时那幸福洋溢的笑容，还有临终前的托付，正因如此，保护你也是我的责任。白起的愿望就由我来守护。活下去，媚央，跟绝望对抗吧，
不断抗争，不断战斗下去，不论发生什么，绝对不要让白起的血脉就此断绝。你们的新世界就由我来创造。说完就转身向着破坏树冲去。只见武仲直冲破坏树内部，本来就是怪物的武仲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是爱，是爱的力量让武仲如此坚定又强大。破坏树拦腰折断，魅央看着这一切不禁感叹，最后武仲贯彻着对母亲的爱，拯救了地球。可是战斗还没有结束，破坏树上的卵相继破裂，怪物们破壳而出。魅央呢喃着刚才武仲说的话，与绝望对抗，不断抗争，不断战斗，无论发生什么也不要放弃，大家一起活下去吧。15年后，破坏树完全枯死，特殊生物的出现也完全停止了，人类胜利的日子近在咫尺。队长和七濑生活在一起，有了5个孩子，第6个也在七濑肚子里。魅央和莲牵起彼此的手，有了1男1女2个孩子。特殊生物已经被消灭了70%，战斗还在继续，所有人都在努力清除怪兽，期盼着重建家园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到这里是破坏兽第2部的全部内容了，通篇看下来确实槽点很多，最后的收尾也比较草率。一部漫画或者动画、电影、电视剧当然可以有所谓的内涵、深度、教育意义，但是最重要的、最吸引观众看下去的是有趣。